不报团不包车，今天我挑战全程公共交通去福建龙岩看现实版的大鱼海棠。从龙岩市区出发，2天1夜，介绍我们用最省钱的方式玩永定土楼。视频最后我附上我的消费明细，那就看下去吧。龙岩动车站距离永定土楼大概80千米，这段我们坐大巴车，提前在绿色软件搜索龙舟一行小程序买车票。起点推荐龙岩客运站老站，距离动车站大概3公里多，有公交车直达。虽然动车站旁边有一个汽车站叫龙岩客运中心站，但没有从这个站出发往土楼的车票，千万不要买错了。终点有2个选择，想先到土楼王子景区就选土楼集散中心，想先到土楼王景区就选承启楼，这2个景区相隔5公里左右。车票价格是10到15元，10元走国道大概2小时，15元走高速大概1个半小时。我们选择在土楼集散中心下车，也就是先到土楼王子景区逛完，再打车去土楼王景区。2个景区的联票价格是98，线上买可能便宜几块钱。如果单独买票的话，土楼王子景区是90，土楼王景区是50。门票是2天有效的，2天内都可以多次进入景区。如果你跟我一样只有2天时间，我建议把重点放在土楼王子景区，这里土楼样式多，景区大，建筑比较精美。我们请了一位导游，开口价是100，陪同讲解大约2个小时。导游基本是住在土楼里的客家人，性格随和，有问必答，也提供英文导游，价格是300。我们没有遇到网上说的强制推销茶叶烟叶的导游和居民，一路上人们都还挺和善的。这个土楼是那一个楼是一个村子吗？还是不是，是一户人家，好像它是一个家族，它是住几十户人家，几百号人。那土楼的产权还是属于我们私人财产啊。土楼王子景区位于永定湖坑镇红坑村，景区里就是红坑土楼群。整个景区是狭长型，沿一条河流分布，外来车辆不能开进去。景区有提供接驳车，需要另外付费15元一位，只覆盖少部分地区。景区并不算大，我们全程步行，大概花费2个小时。我们还好今天来，昨天这个时候我们下大暴雨，你看昨天我们发洪水了，你看这洪水都涨到这上面来了，你看，这些东西你看，菜园全部都被冲掉了，你看水位涨到那上面。是这么大雨，下大暴雨都没停过。土楼不仅是住宅，更像是坚固的堡垒。当年客家人从中原南迁，为了抵御土匪，用粘土、糯米和竹片夯出了这1米多厚的墙。最早其实是方楼，类似北方的四合院，但4个角采光不好，所以才进化出了圆楼。1楼做饭，2楼存粮，3楼睡觉。中间的天井则是公用的水井和祠堂，外闭内开，非常团结。土楼王子景区主要可以参观6个土楼，最核心的是土楼王子正城楼，在景区的中间位置。花了5年的时间建造而成，耗资的当时的8万大洋，折回现在的人民币最起码要几千万以上。所以建土楼靠我们一个人，我们是建不起来。那他那个侧门万一土匪进去了怎么办？好像有门。正城楼由一位烟刀商人的后代于1912年建造，设计者曾在西洋留学，在土楼中加入了西式元素，比如楼上的铸铁栏杆是当时从上海运到厦门再人工挑到这里的。外围圆形建筑有4层，184个房间，内层建筑有2层楼，32个房间。从这边塞进去，然后这边切。所以你们这儿的烟应该挺有名的呀，我好像没听过。福建这边龙岩七匹狼，七匹狼是这边的。七匹狼指定我们这边做，我觉得应该你也不抽烟吧？对，我不抽烟，确实。那好容易绕晕啊。那不会，天都在这边住的，哪里会？1楼还不会，很多人说，他去楼上睡觉会不会容易找错房间？对啊。那不会的。正城楼是典型的大户人家土楼，里边结构复杂，普通人家更多是方形土楼，外表比较破旧，结构简单，甚至已经损坏。导游说，只有被列入保护名单的土楼，政府才会出钱修缮，否则要楼主人自己修，如果修不起就只好搬走了。我的这位导游，他家就在对面这个光裕楼，这是属于她老公家族的私人财产，她是从隔壁村嫁到这里来的。他家的隔壁也是一栋非常豪华的土楼，叫福裕楼。福裕楼的话，它是建于1870年到1880年，
当时的话，它是花了10年的时间建造而成，耗资的当时的20万大洋，那折回现在的人民币，最起码要1个亿以上。即使是耗资1个亿的抚育楼，可以看到楼里的房间也是很小的，房间里已经是现代装修，但是洗澡要到1楼公共的淋浴间，厕所需要到楼外面上。刚刚里面不是有一个澡身那个？这个洗澡的，这个上厕所的啊，不一样。这栋楼主要花费在设计细节上，雕花。我们以前刷的都是鎏金，刷的是金粉。最后，导游带我们参观了他家的光裕楼，一栋方形土楼。但是他一个家族，并不是说这栋楼都是我一个人的，那我不得了了。然后我们方形的土楼，我们的楼梯就设计在4个角落，左右两边是对称的，楼梯我们都是公用的。那这个小矮房我们早期也是养家禽的，现在要不然就厨房，要不然就冲凉房。这个房间还不算太小是吧？感觉还挺宽敞。因为我们是刚好是在楼梯这一边，在楼梯这一边的话，就是说它的房间会稍微大一点点，因为刚好是在这个角落。导游还允许我们上楼参观了一下。哇，这是2楼的视野，已经很不错了哈。拍两张照。现在上3楼。确实很多人在住。晾了衣服。而且这个房子的每一户都可以直接望到这个天井，就可以知道底下在发生什么。今天有人喊一声，全村都知道。对，全家都知道。现在土楼王子景区逛完了，我们走路去景区大门口，然后打了个车，大概4、5公里到土楼王景区那边。我们今天请的这个导游是80块钱，陪我们讲解了一路大概2个小时，人非常好，我们问什么问题他都会回答，体验还是不错的。我现在到了土楼王景区，现在我在的位置呢是土楼王旁边的一个观景台，我刚刚爬了几十米的台阶上来的。土楼王景区呢，这里有福建永定最大规模、结构最复杂的土楼，就是我后面这个最大的这个圆的。现在还有400多户人在里边居住。我们今天晚上会住在这个土楼王旁边的那个小楼里。土楼王景区就是高北土楼群，主要只有4个土楼，其中承启楼是环数最多、规模最大的客家圆形土楼，被称为土楼王，最多住过800多人。仅当进入最大的承启楼才需要验票，剩下3个土楼是没有验票的，但是上楼一般要单独收费，由楼主人自己收取，10块钱一个人。我右手边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住的楼，它叫侨福楼，然后我的左手边就是土楼王景区的土楼王，是一个非常大的土楼，咱们可以先进去看看，然后再去我们住的那个楼里，带大家看看住在土楼里是什么感觉。走，最外面这个是1层最高的，然后呢，这是第2层，这个是第3层。在第3层里面，就跟我们前面看到的一样，它都有一个这个祭拜观音的地方。现在虽然是假期，但是很多店都没有开，这个楼里面人也不是很多。现在我们从侧门进去，我们今天晚上要住的楼在这儿，走。我觉得这个尺寸刚好。老板，我订了一个客栈，是这儿的吗？我们提前在承启楼旁边的侨福楼预订了一个土楼民宿，在清明节假期不到100元，房间一般在3楼，每个房间的大小是一样的，有些豪华的房间带有独立卫浴，我们这间没有。
这是我们今晚在土楼里的房间。这个房间我在美团上订的是70几块，反正不到80块，特别便宜。内部装修还是不错的，这还有个窗可以打开，2张床，洗漱用品和那个电器什么都跟普通酒店一样，但它的缺点就是它没有卫生间。小便的话有那种马桶可以在这里解决，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旱马桶。如果是大号或者是需要淋浴的话，就只能去楼下那个1楼的公共卫生间和公共淋浴间。这里我把窗打开看一下外面是什么。哇，这里楼梯口旁边的1楼的这个小房间就是厕所，是一个公共的。然后在厕所的对面这个另外一个楼梯的楼梯角这儿，这个是浴室。这个浴室可以看一下，还可以，里边就是正常的那种，有一个热水器。哇，这个民宿老板特意帮我们把灯笼打开了，为了让我们拍照，好漂亮啊！真的有大鱼海棠那种感觉了。现在是6点半，土楼的早晨，大家都还没有起来。昨天晚上我睡得很好，其实挺安静的，因为今天游客特别少，然后鸟叫声很大声，我是被鸟叫声吵醒的。第二天回程是在土楼王景区门口的巴士站等班车回龙岩，买票时起点选择承启楼，终点选择龙岩客运站老站。承启楼的巴士站点在景区出口右手边200米左右的位置，景区停车场旁边。车是小型巴士，车头写着大大的高头到龙岩的大字，很好认。车不一定准时，建议预留足够的时间。我们买的是7点10分的高速票，车大概是7点半才到，9点就能到龙岩市区。最早一般有6点半的，最晚有下午3、4点的，车辆还挺充足的。我们在这等车的时候还帮助了一个来自莫斯科的大哥，他不知道要怎么从这里回龙岩市区，刚好跟我们一块回了。福建土楼所有 you are in this 重庆。来到客家地头，美食不能错过。2个土楼景区都有当地美食小吃，价格不贵。我们吃了玉子包和客家豆腐，这个煎豆腐真的深得我心，它外面煎了一层薄薄的脆壳，里面非常的嫩，它的调味是非常的油润鲜香，就整体非常下饭。我俩简直太明智了，就是一碗煎豆腐配一碗米饭，也吃了非常好吃。然后是玉子包，外面是芋头和木薯粉混合的皮，里面是猪肉、香菇、冬笋，它吃起来非常的软糯滑嫩，馅是咸香口的，非常香。接下来是在龙岩地区吃的簸箕板，外面是类似于广东肠粉的那种米浆蒸制的皮，里边是四季豆炒猪肉那种感觉的馅料，外面会淋上一层葱油或者辣椒油，整体是细滑爽口的一种口感。这个也是在龙岩市区吃的炒粿条，这边的粿条比我想象中的要宽，像裤带面似的。这碗牛肉炒粿条锅气十足，非常的油润，但我更喜欢这碗清淡的汤的粿条，它吃起来非常的爽口细腻。我觉得这个更好吃哎，更符合我的福建味。我来到福建之后，福建之魂觉醒了。下面这个是爆炒九门头，这也是一道客家传统名菜，里边是牛舌、牛百叶、牛心管等9个精华部位，搭配姜、蒜、椒等猛火爆炒。
口感是脆嫩、鲜辣、爽口的。非常的脆嫩，但我觉得它的味道有点不够，要再咸一点就好。这可是福建。早餐我们尝试了当地的清汤面和瘦肉丸，清汤面上面也铺了厚厚的一层肉片，就是滑肉的制作方式，肉外面裹上一层淀粉。瘦肉丸呢，类似于温州瘦肉丸或者福鼎肉片的做法，但它有点令我失望，它用酸萝卜代替了泡椒，其实用泡椒的话会更有一种酸辣的风味，会更特别一点。胡萝卜汁儿，小时候真的是噩梦啊，长大了居然想这一口。还是熟悉的味道，还是不咋好喝。哎，我怎么好像喝过类似的味儿的呢？就是你记不记得那个有一种地瓜味儿的雪糕？哪有地瓜味的雪糕？有呢，可能你们这儿没有。我们在龙岩市区随便闲逛了一下，就去高铁站了。总共是2天的行程，总结一下，永定土楼现在自由行已经很方便了，提前预订好班车，完全没有必要报团。土楼那边附近没有什么好玩的，所以不用给土楼留太多的时间，我觉得2天是完全足够的。这2天1夜不算高铁票，我们2个人一共花了不到600元。消费明细我整理在屏幕上了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下期见，拜拜。